都出来吧！凤无九，你终于落单了。若没有带武器，你死定了。只要我杀了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的杀手了。到时候魔窟也会超过天宫。知道我为什么叫凤无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无父无母，无兄无弟，无姐无妹，无夫无子。还有一个。无敌。太弱了。来人，把重伤昏迷的魔皇他们移交法办。不是魔皇他们太弱，而是你太强。清雪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就是天宫新任首领了。师父，你不要拒绝，你把天宫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还诱杀了魔皇这种败类，你担得起这个位置。不过，在你上任之前，我有一个小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。什么任务？江城首富霍半城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他为组织和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。如今他身患癌症，时日不多，但他的儿子霍翘楚太顽固，难于顺利掌权。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他的儿子度过危机。我想让你和霍翘楚协议结婚半年，以霍家女主人身份助他上位。我也会让天宫财神赵子雄暗中协助你。江城，宝贝，快报警，快救人！天山哥哥，我好了，我借水开车撞了一辆商务车，里面好多人。怎么，江城又让你想起伤心之事了？如果你不想回去，我可以安排其他人。任务我接了，我不仅要协助霍翘楚，更要找那群白眼狼讨回我的。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？他就是天宫杀人王，他就是凤无九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大哥，真的眼光不行了，居然让这么危险的人来做儿媳妇，幸亏我们发现了，不然我们霍家就完了。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现在是我老婆，我就不准你们欺负他。霍翘楚，我看你就是个大顽固、大阿斗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只要美女不要命？我看你根本就不适合。慢着，且不说谢郎真假，就算他是真的，他说我杀人就杀人了，那我说四姑跟人乱搞就乱搞了。冯清雪，你敢跟我泼脏水，我这不是泼脏水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至少需要甄别一下血郎说的话吧。甄别？你想怎么甄别呀？血郎，你说亲眼看见我杀人，那请问我是哪天杀了魔皇他们？昨天周五11月28号在夏威夷。11月28号我不在夏威夷，我在霍氏老宅跟霍老喝茶，保镖、佣人和监控都可以作证。没错，昨天清雪确实在我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们看监控。好，够自信。今天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把那个臭小子找回来。明天晚上
就举办订婚宴，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霍家的儿媳妇儿。我说错了，是11月26号周三。周三，我因为连环车祸在江城派出所待了一整天，我这里有报警的回执单，江城的警方也可以为我作证。要不你再编个别的日期？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再敢乱编，小心我一枪崩了你！我老饶命，我都是被逼的。或者说，霍三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帮你们胡说了，也不能再帮你们诬陷凤清雪。什么诬陷？什么诬陷？雪狼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什么时候让你诬陷了？你说你亲眼看到凤清雪她……不要杀我！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，我要再胡说，霍老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威胁过你？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？没错，雪狼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明明是你告诉我们凤清雪他们杀了毛皇，这视频也是你给我们的。三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为了钱故意合成假视频拿去作假。只是我要不这么做的话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我也没有法子。混账！视频已经验证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居然睁大眼睛说瞎话，说是合成了！慢着，三叔，你们这么生气，是想要杀人灭口吗？我们没有，都是雪狼，他在泼脏水。雪狼是吧？把事情说清楚，说清楚，还不掺水分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如果再敢耍花样，我让你牢底坐穿。霍老，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我确实是雪狼，之前受了伤，被霍三叔所救。他说让我帮他一个忙，还了这份人情。当时他给了我一份凤清雪的资料，让我伪造他是天宫的杀手，还让我弄一个假视频，说当做证据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毕竟我也是要面子的。可是他说只要我按照这么做了，他不仅会救活我，还会给我一笔丰厚的报酬。我当时想着活命，并且还能顺手捞一笔，所以就霍老，我错了，傅小姐，对不起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凤无九，我已经把你的身份告诉霍二叔他们了。明天的订婚宴就是你的死期。你不按照我说的做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大哥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从来没有让他诬陷过风清雪。我这里有霍三叔给我的100万支票，以及他让我诬陷凤清雪的资料。天啊，想不到真的是霍二叔他们收买了血狼泼脏水，这样砸侄子的婚宴也太没有良心了吧。要不是凤清雪有周5和周3不在场的铁证，就要身败名裂，甚至进监狱了。这霍二叔也太不择手段了。霍二叔他们这样砸场子，看来是看不得侄子好。他打压侄子想要魔巢篡位的传闻，怕是真的了。闭嘴，都给我闭嘴！雪狼他就是胡说八道，风清雪他就是杀人王。道歉。道歉。
你敢打我？你破坏我跟乔楚的订婚，还收买血狼诬陷我，你不该打吧？道歉！我就不道歉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道歉！贱人！道歉！你放肆！道歉！对不起。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只有本事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！试试就试试。住手！大哥，凤清雪当众打人，目无尊长，你不管管吗？你们破坏婚宴，收买血狼，诬陷清雪，我打你们是理所应当的。你们要不是我霍半城的血亲，我早就把你们双腿打断丢出去了。血狼，你混蛋你！怎么，你们不会还想说是我收买血狼诬陷你们吧？视频是你们拿出来的，血狼是你们带来的。你们泼脏水前先动动脑子，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人会相信吧？霍三叔，大势已去了，你就认了吧！啊，你什么？把血狼带下去。血狼都已经幡然醒悟了，你们三个老东西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大哥，凤清雪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们，她根本就不配做霍家的媳妇儿。错，清雪不仅适合做翘楚的媳妇儿，更适合做霍家的女主人。今晚除了订婚宴外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，那就是从现在起，翘楚正式接替我为霍家的新任家主，霍氏集团董事长。什么？霍老今天晚上直接交位了？那霍少岂不是从江城第一少变成江城第一副了？万亿资产，这是我梦都不敢梦的数字，就是不知道霍少能不能撑得住。爸，您现在就要让我接任了？没错，逆境成家，也该立业了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霍氏集团是我一手创立起来的，我把家业交给自己的儿子，你有什么可反对的？大哥，不是我要故意跟你唱反调，霍乔楚他不堪大用啊！你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了他，不仅是害了我们，也害了他呀！没错，他就是一个大顽固，天天不是喝最贵的酒，就是玩最快的车，他一点本事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让他上位？霍教主过去3年，一共去了集团10次，每一次去都是捅娄子，不是乱投资就是乱招人，有一次差点把实验室都给炸了。最可恶的是，还拿公司的项目和职位做筹码，和一些狐朋狗友飙车斗鸡，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。就在昨晚，还把集团采购部经理的位置给收了，让给我干了10年的小姑子滚出了公司。他再纨绔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也相信，他有了清雪以后，一定能够浪子回头。我会监督好乔楚，我保证，他以后会照看好公司的。霍氏集团市值万亿，不是街边小店。大哥，霍乔楚他没有专业的知识和能力，根本撑不起一个公司的。没错，霍乔楚他担当不起，他接受不了霍氏集团。大哥，如果你非要扶持他上位，那我就联合所有员工摆烂罢工。我也会把霍乔楚的真实实力告诉客户，到时候客户们都跑了，我说大哥，你怎么跟股东们交代？你要三思啊！请董事长三思。好啊，好啊，看来你们今天是要造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翘楚今天的班是接定，我也相信清雪能够监督好他。倒是你们3个，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滚到一边去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大哥，人心所向，我劝你
还是不要一意孤行的好呀。老二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动我？大哥，不怕坦白告诉你，云城分公司80高层和骨干昨日集体辞职，人心涣散，即将倒闭。海城分公司耗资30亿打造的美妆1号被人窃取了配方，提前生产，所有的投资即将大为水漂。境外金矿员工遭受凶徒威胁，3天两头就有人受伤，员工惶恐无法生产，每日的损失高达1000万。还有犀牛车企高仿货值车辆蚕食市场，海豚湾拆迁困难重重，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困境是一重接一重。除了我们3个，还他妈有谁能够力挽狂澜不倒？还有谁？我云城分公司缺骨干，那就从其他公司借调过去，八方支援，缺口顿解。美妆1号天生有缺陷，但是我从未停止研发。我要的就是商业间谍偷走机密，产品一经上市，竞争对手必死无疑。境外的金矿员工受到威胁，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悬赏10亿，但凡有员工在手上，24小时内找到凶手的人，奖励100万。犀牛车企模仿，那我们就买一批犀牛汽车，然后高调捐给殡仪馆，这样既可以做公益，又可以断其生意。最后啊，海豚湾拆迁困难，我们只需要散出消息，说海豚湾里有海豚，我们随时有可能不拆，这样贪心者最后就会一网跑。二叔，还有什么？想不到当初的小屁孩真的长大了。好，现在解决完公司困境，就要处理公司蛀虫。他说，你把霍氏集团的项目输送给你名下的东山公司，5年500亿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把这500亿资金打回霍氏集团公户，要不然休怪我大义灭亲，让你牢底坐穿。不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三叔，你前后往霍氏集团总部分公司安插了308名员工，对吧？我给你1周时间，把这些员工全部清理掉。四姑，你刚才很着急啊。美妆1号，你应该很熟吧？据我所知，美妆1号商业机密的窃取，你就是幕后黑手。近10年，你窃取的公司机密价值数百亿。100亿，我不管这个缺口你怎么补上，你是卖房也好，卖车也罢，如果你补不上，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难道你的纨绔都是装出来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兔崽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一直是个纨绔啊！哼，我确实是装的。我要是不装疯卖傻，怎么让你们这些人大胆放肆的放开手脚吸血？又怎么让我爸这么早就看清你们这些人的丑恶嘴脸？那你又是怎么做到全局把控？你们以为我每天飙车斗鸡就什么都不懂啊？就失去对公司的了解了？就失去对你们的把控了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我飙的不是车，那叫人情世故；我斗的也不是鸡，那叫暗度陈仓。我故意输掉项目和职位，只不过是我往公司输送自己的班底的手段罢了。半年前，我的现任就已经延伸了公司的一线。你们说，我怎么不能把控全局？昨天晚上输掉的采购部经理职位，也是故意的。难道我们真的小看你这个兔崽子了？你既然那么厉害，你怎么不早点把我们点出来呢？我没有早点把你们点出来，一是念亲，2是念公，3是念老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你们来砸我的婚礼，对我爸逼宫。
你们不仁，就休怪我无义，把你们当做冷笑话，让我滚出顾氏；要不，休怪我辣手无情。天哪，霍少好英明，好神武啊！不仅从容化解霍氏困境，还把霍二叔他们一锅端了。是啊，一直以为是扶不上墙的二溜子大纨绔，没成想竟是扮猪吃虎，实在是太帅了。生子当如此，生子当如此啊！想不到兔崽子这么聪慧，连我都骗过了。再加上清雪辅佐，看来我可以死而无憾了。小东西今晚确实帅，不再是玩老狼游戏的小屁孩了。哎呀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好侄子，是二叔看走眼了。今天晚上的婚宴呢，二叔给你赔礼道歉。至于集团的事情呢，二叔也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只希望你能让我们还继续留在霍氏集团。以后呢，我们3个人一定以你马首是瞻啊！是啊是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就连你爹心里面不也是一直不希望我们一家人破裂吗？你们可别拉上我，在我心里，你们几个已经死了，而且现在霍氏是我儿子说了算。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把我当傻子，把我当冤大头。今天晚上要不是我早有准备，我老婆就被你们污蔑成杀人凶手了。我跟我爹也被你们逼宫成功了。你们这帮人占据优势的时候咄咄逼人，赶尽杀绝，现在被我一锅端了，又念亲念故了，又要网开一面了，你们配吗？我说你这不是扮猪吃老虎吗？你要是早让我们知道你厉害的话，我们也不至于使坏这次。你们3个还真是不要脸，自己心思龌龊，浑身反骨，还怪乔楚隐藏实力。乔主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完蛋了，怕了。不是怕了，那个乔楚啊，留到人处，请饶人。饶不了，给我滚出霍氏集团，要不然让你们牢底坐穿。我乔楚，你欺人太甚了！我欺负了你，你怎么了？他妈敢打老子！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，什么叫掀桌子？前面杀手，我教授给我灭了！老板，救我！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这么强？一拳能把我打飞？哼，我老婆门儿都能一脚踹飞，打你那不是手拿把掐的事。爸爸，真厉害！不是我太强，是你太弱，弱到连杀你的兴趣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是千面杀手，80次任务我从未失手过。能说我弱的人，只有一个。求求您，伟大的风武大人，我愿意臣服，求求您别杀我。你太弱了，还不配死在我手里。滚吧！谢谢风武大人。你是千面杀手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住手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千面杀手先生，你怎么能打我妹妹呢？你应该收拾凤千雪他们呀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老三，老三，哎呀，是我下了狗眼，冒犯了大人。如今我以此短一臂，以示诚恳，望大人饶我一命。滚！三哥，这就是你花了1个亿请来的高手，连风清雪都打不过，还跑了。我也不知道呀，估计是被中间商骗了。完了，这全完了！算你个蠢货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你们竟然安排杀手废我儿子，这简直是穷凶极恶！对得起我对你的照顾吗？爸，你放心，他们亏空公司雇凶杀人，这辈子都出不来。来人，把他们带走。乔楚，你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是，乔楚，教授，各位，败类已清，订婚宴继续。各位，等一下。爸，危机一解，我能掌管霍氏，就没有必要跟清雪协议结婚了吧？什么？难道清雪不够好，不够完美？
不是，清雪很美，也很好，但是我的心很小，只能容下一个人。到现在了，你心里还惦记着孤儿院那个丫头？她都消失20年了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。爸，不论如何，我都只喜欢这一个人。我要等你。永远开满，永远开满，永远开满。老狼几点了？3点了。秋雪，你是蚂蚁孤儿院的老狼对不对？我是小杨，你记不记得这样？我从婚纱后捡出来了，咱们当时相约相认的，纪念我啊！你来了，你要是还不相信啊，我给你看我的伤口，你帮我吸收毒的。停，不用头了，我相信你就是小杨。那你怎么消失了20年？我找你找了20年，我想你。不准哭，不准娘娘腔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缘分呐，真是缘分呐！原来清雪就是这个兔崽子念叨了20年的女神。哎呀，双喜临门呐！好。兔崽子，订婚宴还要不要继续了？哇，还订什么婚啊？直接大婚好了，我不能再错过清雪了。你能力超强，不仅解决了你二叔，还在霍氏集团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。你接手霍氏毫无压力，咱们之间也不需要契约结婚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跟你结婚。清雪，我虽然打跑了二叔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有余孽，他们会掀桌子。你看，动脑子的事我可以，打打杀杀我真不行。今天晚上要不是你在，我已经被千面杀手杀死了。你得留在我身边保护我。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结婚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请了。你好歹是霍氏继承人，身家万亿，怎么跟无赖一样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必须跟我结婚，要不然我就不起来。清雪，你还是再保护他半年吧。霍氏实在是太大了，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过渡的啊。结婚可以，但要缓一缓。我要回一趟凤家堡，我要把我爸妈的东西拿回来，还要从凤家堡出嫁。你要回凤家堡？这件礼物肯定适合你。清雪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回凤家堡。你刚收拾完霍二叔他们，霍家肯定人心惶惶，你现在应该去霍氏稳定人心。凤家堡，我一个人回去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想跟你一起。听话。是。你下班可以早点回来，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我给你做石锅拌饭。真的？老婆万岁！我这就回霍氏干活。哦，你等一下。老婆，天气干燥，一定要记得多喝水。知道了。一定要多喝。好。老婆，一定要多喝水啊。知道了。轻轻松松握着你手，我便都了解。哦，谢谢你站在我身后，托起我。我们脆弱，我们感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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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安排几个保镖跟着夫人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，千万不能让夫人受伤。好的，我让赵哥他们跟着夫人。跟上夫人。霍少，这是您要的夫人资料。3年前的经历没有查到，但是20多年的资料我都搜集遍了。夫人是凤家的千金，满月的时候被抱走，流落到了蚂蚁孤儿院，直到5岁那年才被凤家夫妇接走。难怪我之前的孤儿院找他找不到，原来是回凤的。这凤家夫妇对夫人很好，他们不仅打算把整个凤家留给他，还资助了3名贫困生陪伴他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玩耍，让夫人在3个贫困生当中选择一个她最喜欢的，然后在他25岁，也就是今年元旦结婚。这样他们100年后，夫人就不会孤单，也不会被欺负。这3个贫困生，是不是现在掌管凤氏集团的赵廷慎、赵世杰和赵云霄？没错，就是他们3个。他们刚开始对夫人挺好的，把她当公主一样宠，可没想到3年前凤家来了个保姆女儿凤飞飞之后，他们就全开始变了，开始对夫人不耐烦，甚至厌恶她。他们竟然为了讨好这个凤飞飞欺负她。没错，传闻他们有一次为了讨好凤飞飞，故意引诱夫人到地下室找东西，不管夫人哭喊，把门反锁，而夫人有幽闭恐惧症，差点死在地下室。幸亏佣人及时发现端倪，打开锁头。混蛋！你竟然这样欺负我老婆！那清雪的父母有什么反应？这凤家夫妇是珠宝大师，经常出国展览，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，加上夫人念旧多年情分，就一直忍着，没有告状。凤家夫妇从佣人嘴里听闻地下室事件后，就怒斥了赵廷生他们3个，准备把凤飞飞赶走。可没等到把凤飞飞赶走，就遇到了912特大车祸事件，夫人成了畏罪自杀的凶手，千夫所指。凤家夫妇不相信女儿是肇事者，就前往事发地点查找线索，谁知半路车辆失控，掉到海里遇难了。想不到清雪还有这样一段痛苦的经历，她的痛就是我的痛，她的苦就是我的苦。通告整个霍氏集团，全面封杀赵廷生他们，我要断了他们的生路，给我老婆出口恶气。霍老先生，你的任务我接了，但这枚勋章是你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，我不能收。清雪啊，谢谢你对我的认可，也感谢你给了我们霍家最后的体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会让你白白出力，只要你跟这个不孝子结婚，让他顺利的接管了霍氏，我会送一件你感兴趣的礼物。好。喜怒不形于色，好。原本我还以为你降不住这个不孝子，现在我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，这个小子可是块骨头肉，吃喝浪赌样样俱全。你喝，干，快使劲！你呀，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连魔皇都能踩在脚下，还怕区区一个骨头肉？好，够自信。今天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把那个臭小子找回来，明天晚上就举办订婚宴，让你名正言顺的成为霍家的儿媳妇儿。这婚本少爷不结啊。这女人好淡漠，好冰冷，好没有人权呀，跟小时候玩老狼游戏的小姐姐一模一样。兔崽子！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最后的心愿吗？你非得提前把我气死？行了吧？啊！今天我给我爸个面子，给你个机会。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？这把枪，10枪，那个靶，你只要打出来50环，我就跟你结婚。你要是连50环都打不出来，说明你没有能力保护我，你就趁早滚蛋。50环？对。10发子弹，一共100环，你只要打出来50环，你要是这都打不出来，你还说什么保护我？给你做个示范。10环、9环、9环。怎么样？你要是现在怕了，就现在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打出50环，你不仅要跟我订婚，还要按照赌约无条件服从我，如何？你要是能打出来50环，别说无条件服从你了，
你就是让我给你洗脚，我都跪着给你洗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一言为定。5环。哦，5环，蒙出来我小时候的水平。5环。又是5环，你说你连蒙6、7环的水平都没有，你拿什么保护啊？你配吗你？ Yes。5环。综合技能5环。什么眼睛是？清雪锵锵5环，就等于是锵锵10环。这一局，清雪完胜。明天晚上订婚。首领，天宫赵子雄再次请求见您一面。不见。菲菲，风清雪已经畏罪跳海3年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就算回来，我们3个也不会再养她。我们3个现在事业有成，我是凤氏集团总裁，世杰是大律师，云霄是大明星，风清雪呢，她早就不会得到我。她的父母已经死了，凤氏也由我们掌控。我们寄人篱下这么多年，是时候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菲菲，你一直都是我心目中妻子的唯一人选，嫁给我。嫁给我吧。清雪妹妹，就剩下3年了，3年后的元旦，咱们就可以结婚了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们会穿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买最大的钻戒，向你求婚，然后一辈子对你好。我也是。菲菲，不管你选择我们其中的哪一个，我们都会祝福你们，不会怨恨啊。我选。什么人啊？疯了！凤清雪，是你！姐姐，你不是闯祸之后跳海畏罪自杀了吗？你怎么活着回来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假死脱身。姐姐，你应该告诉我你是假死啊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担心了，而且伯父伯母也就不会出事了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自己害死那么多人，不好好担当，还假死避风头，现在看到没事就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害死伯父伯母，还害得菲菲愧疚3年。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就应该死在那场车祸。我肇事逃逸，还畏罪自杀，这就是凤飞飞告诉你们的真相吗？车祸一事，警方会跟这个刽子手好好清算。但我现在想问，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对菲菲的求婚？你是不是对我们还不死心，还想得到我？走狗尚可烹食，要你们3个白眼狼何用？凤清雪，谁给你的胆子说这种话？你是故意哗众取宠，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吗？告诉我们不吃你这套。就是以前不止一次喊着不理我们，结果呢，不还是屁颠屁颠的去买礼物，回来求复合吗？风清雪，我劝你现在马上跟菲菲道歉，然后再把求婚现场重新布置一下。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给你重新靠近我的机会，要不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也不会给你半点好脸色。你们的好脸色有什么用？我以前对你们好是我眼盲心瞎，现在我眼睛好，你们什么都不算。凤家堡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别墅，今天是我爸妈的忌日，我暂时不想算旧账，也不想见血。但如果你们再不滚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姐姐，你真的要抢走我的凤家堡吗？
我都住了3年，已经住习惯了。你能不能不要抢走他？你是耳朵聋还是脑子进水？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这是我的别墅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方清雪，逃出去这么多年还没反省清楚啊，反而学会村妇欲擒故纵的手段，你有没有出息啊？我告诉你吧，凤家堡我们已经送给菲菲了，那它就是菲菲的房子。我的别墅你们拿去送给凤飞飞，你们哪来的脸啊？凤清雪，你跳海自杀惊吓了菲菲，让她这3年以来担惊受怕的，我们拿你的别墅补偿她，也是在替你赎罪。再说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不差一栋别墅。庭生哥哥，要不我还是从别墅里搬出来吧，毕竟姐姐才是真千金，我只是一个养女。菲菲，我们3个送你的东西怎么会收回来呢？她是真千金又怎么样？她舍得跟我们撕破脸？谁把我父母的遗像和全家照放在垃圾桶里的？菲菲天生胆子小，她单纯，你整天把这个遗像放在家里面，她害怕，她心里不得劲儿，她扔掉又怎么了？就是，人都已经死了，就不要太讲究。再说，难道活人的心理健康还没2个死人的照片重要吗？你不要没事找事，更不要扯离话题，赶紧把婚礼现场给我们恢复好，耽误了我们和菲菲的吉日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。你们还真是白眼狼！我爸妈把你们从孤儿院领养回来，给你们吃，给你们穿，给你们荣华富贵，没想到你们非但不感激，反而还欺负他的女儿，现在还把他的遗像丢在垃圾桶里。你爸妈把我们领回来又不是做善事，他只是给你找玩伴，还道德绑架我们娶你啊！你们不想做玩伴，不想娶我，可以早点说啊！我们早点说，他们不资助了怎么办？我们可不想再回到那个孤儿院，天天啃王的受罪。就是，我们好不容易过上了凤家的富贵生活，怎么可能跟你爸妈撕破脸皮？所以我们只有忍着，受着。而且每次想到为了你爸妈的钱，我们都只能答应他陪你玩，答应他们娶你。每次想到这些事情，心里都恶心的不行。好在熬出头了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可以拒绝你，还能向喜欢的菲菲求爱。看到你痛苦的样子，我们就很爽。行，我一直以为你们会感激凤家给你们一切，没想到你们引以为耻。好，我会把凤家给你们的东西一五一十的拿回来。姐姐，你不要生气，要怪就都怪我好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要怪就怪我，要打就打我好了。哎，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姐姐你，哎，这一巴掌打你污蔑我畏罪自杀，这一巴掌打你鸠占鹊巢不知感恩，这一巴掌打你辱我父母遗像。放进去，不要太过分了啊！哎，你以为不敢打你是吧？再不给我滚，小心我要你们的狗命！不是，你疯了，连我都打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夫人！你长能耐了，都喊人了，你这……把他们都给我打出去！霍少，这是保镖拍摄的凤家堡视频。好蛋！他们竟然这样欺负我老婆，我一定好好收拾他们，给我老婆出口恶气。还有，我不相信凤清雪是912车祸的肇事者，你给我调集元首彻查此事。是。菲菲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秦深哥哥，我没事，
就是封家宝没了，求婚也被毁了，还连累你们挨打了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菲菲，这不关你事儿，这都怪凤金雪没素质、没教养，简直跟饽饽一样。大哥，这凤金雪回来怎么跟变了一个人？这咱们以前教训他，关他小黑屋，他也只能忍着，现在都敢反抗了，真是倒反天罡啊！他哪里有变？这是他一贯的伎俩，故意扰乱求婚现场，故意激怒我们，为的就是在我们面前刷存在感。你是说他故意用这种龌龊的手段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是为了让我们多看他一眼，多关心他一点？这也太不要脸了！还有个原因，他一定是看到我们三个向菲菲求婚，受刺激了，才会对我们又撕又扭。庭生哥哥，你们三个原本就属于姐姐，是我破坏了你们，要不还是我离开吧。菲菲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不关你的事儿，这一切都是凤金雪她乱吃醋，把凤家宝还抢走了。她做的这一切，只是想让我们三个低头。可是我们三个还不吃这一套，我们会再次向你求婚。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让海场更大，气死这个凤金雪。庭生哥哥，你们对我可真好。对了，今天有个珠宝拍卖会，我把凤光霞帔给你拍卖下来，再次向你求婚。凤冠霞帔，那可是凤清雪爸妈的巅峰之作，专门为了姐姐结婚打造的，传闻价值1个亿呢。不管多少钱，我都会拍卖下来，让你成为最美的新娘。哎，菲菲，电话来你怎么不接啊？一个卖保险的而已，咱们快去拍卖会吧。走吧，走吧。爸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清雪的无能连累了你们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。爸妈，我是霍小主，阳光帅气得劲，比那3个白眼狼好10000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爸妈提亲了。那再帅气的女婿，也得来见岳父岳母，不是吗？爸妈，我想娶清雪，我发誓一辈子对她好，希望你们2位可以同意她嫁给我。好，你们不说话，我就当你们答应了啊。清雪，爸妈都已经默许我们结婚了，以后我也是凤家人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魂。天哪，这凤冠霞帔也太美了吧！光凤冠上的钻石，看着有上百颗吧。这衣服上的真丝，怕是都有上千根。这要是穿上它结婚，我该想有多耀眼、多风光呀！庭生哥哥，这凤冠霞帔也太漂亮了吧！我都感觉我不配拥有它了。无所，我觉得它就是专门为你而存在的。你不配拥有，那谁还有资格？各位贵客，眼前这套凤舞9天凤冠霞帔是苏绣泰斗凤朝天夫妇的巅峰之作。它的主体是由金丝盘成的9只凤凰，每只凤凰上镶嵌着9颗顶级钻石，可谓是人间至宝。当然，它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那就是这套凤冠霞帔原本是凤朝天夫妇为女儿准备的，可谁曾想他们的女儿坠海身亡，而他们也随之发生了意外。但是他们在临终之前将这凤冠霞帔捐出，善款也将捐给蚂蚁孤儿院。凤朝天夫妇对女儿的疼惜，对孤儿院的爱心，也终将注定这套凤冠霞帔会流传百世，价值无限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你就说起拍价多少？对啊，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，不是听你讲故事。这件拍品的起拍价为1个亿，每次竞拍不得少于1000万。现在竞拍开始，我出1亿1000万。口口声声也来竞拍，这样的极品，
我出1亿5千万。提升哥哥，虽然我很喜欢这凤冠霞帔，但如果太贵的话，就算了吧。人生只有一次婚礼，你也只有一个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耀眼的新娘。2个亿，赵总一下子飙到2个亿，看来是志在必得啊！赵总成是凤家资助的贫困生，现如今看到凤家夫妇的孤贫，肯定是要砸钱的，有情有义啊！看在赵总他们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我们就成人之美吧。赵总出价2个亿，还有没有人要加价？2个亿第一次，2亿第二次，10亿。提升哥哥，姐姐跟过来了。该死的女人，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，不仅阴魂不散的跟过来，还故意出价跟我们作对了。也正常，以前呢，我们惯着她，让她觉得自己是公主。现在我们不给她面子了，作一点也正常。小姐，您确定要出价10亿吗？没错，我出10个亿。赵总，这位小姐出价10亿，您要继续加价吗？10亿，我自然出得起，但我可不做冤大头。哎，我有个小建议啊，你们最好对她验资一下。我觉得这位小姐她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整个凤家资金都被我掌控，凤清雪再不好，也不可能3年赚到几个亿。不过我还是加到保险。对，验他的资，说不定啊，他是捡了别人的银行卡，过来捣乱的。这位小姐，我们要按照规矩对您进行验资。不用验资了，直接烧草了。这钱反正是捐给蚂蚁孤儿院，多一点也无所谓。姐姐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？你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，这样会给庭生哥哥他们丢脸的。凤清雪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为了接近我们，你怎么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？你敢打我一巴掌？错，是2巴掌。刷卡10亿。好的。银行卡余额不足。10家了，枪枪如环，还是同一个弹框。这女人有点邪门啊，看来还是躲着点好。我提前告诉你啊，虽然你赢了我，能跟我订婚，但是你只能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就是他。雪儿姐姐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怀表，太好了！我们以后就用它来做相应的暗号吧。姥姥，几点了？3点喽。协议结婚半年，半年后我会离开，但在此之前，你的钱、你的人都是我的，你必须按照赌约无条件服从我，不然你就要跟这枚硬币一样。停车！你好好的停车干什么？我靠！我家门口这么多上头，谁放的？别墅的安保工作是谁负责的？夫人，是我。这些摄像头至少存在了1个月，你身为安保队长，竟然毫无察觉。夫人，我现在就去把那几个负责的开除掉。1个小时，给我推荐一个合格的安保队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去守大门。不进去。叫老婆。老婆，这个队长跟了我很多年，一直尽职尽责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
要不然你再给他一次。我已经网开一面，如果不是看在他是老人的份上，连守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交给我。夫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车里有那么多的窃听器。别墅被安了摄像头，可以是面积太大，人手不足，照看不周。可你身为霍乔楚的贴身保镖和司机，车里被装了窃听器还不知道，证明你不够用心，不够专业。马上辞职。夫人，马上滚！哎，这是我的小乖乖，你不要乱来啊！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你最好让他认认我，不然不认主的畜生，就没必要留。你，老爷子这哪是给我找媳妇儿，简直就是女魔头啊！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不好了！霍小叔找了个老婆。那女人很厉害，不仅发现了窃听器和摄像头，还把我开除了。那个女人什么来历？敢坏我们的好事？不知道，但听说霍老很器重她，还让她明晚就跟霍少订婚。下去吧。是。老三，动用关系查一查他什么来历。明白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找个高手做杀手锏，我不允许江城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。小姐，您的卡被冻结了，刷不了。刷这张。小姐，您的这些卡都用不了，要不您试试别的方法？凤清雪，我就说，你怎么可能有10亿？原来还真是捡了别人冻结的卡，来这儿装逼啊！你要不要脸啊？凤清雪，这刷别人银行卡可是犯法的。现在你扰乱了我们的拍卖，赶紧给我道歉滚蛋，不然我就报警让你老死坐穿。我的银行卡被冻结，是不是你利用黑客手段搞的手脚？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你现在刷不出来钱，拍不走凤冠霞帔，还要像小丑一样被别人耻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，不要跟菲菲争。现在好了，不听话是吧？就给你一次教训，让你好好长点记性。哦，这凤冠霞帔我要了，她呀，只属于菲菲的。天山哥哥，你对我真好，谢谢你。姐姐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只能委屈你，把凤冠霞帔让给我了。我让给你的东西，只能是我不要的垃圾。这凤冠霞帔，你穿不上。凤清雪，打什么嘴炮呢？你现在啊，只能发出无能的狂怒。就是说这么多，连一张有用的银行卡都没有啊！既然没有钱，就赶紧滚，不要妨碍我们给菲菲竞拍凤冠霞帔。终究还是要拿凤舞9的银行卡，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。拍卖师，刷这张卡。拜托，你的银行卡是刷不出来钱的，就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，好吗？这凤冠霞帔，我刷了，刷了后送给菲菲，啊。好的，赵总，马上为您刷卡。慢着！我要点天灯。小子，谁给你的胆子来捣乱？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王八蛋，你是来替凤清雪这个贱人出头的吗？谁贱人？你。
谁贱人？谁贱人？哎，住手！谁给你胆子这打人啊？知道后果吗你？这就是结果。你知道我谁吗？你敢方西汉知道的。我是凤氏。闭嘴！你怎么来了？这凤冠霞帔是爸妈留给你的，我当然要过来拿回去给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姐姐，你没有钱买凤冠霞帔，就找人来捣乱来打人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打我没有关系，我本来就是保姆的女儿，但是你怎么能让他们打庭生哥哥他们呢？曲雪，我今天必须要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，不然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凤清雪，你们竟然拍不起，还找人在这儿捣乱，你太不要脸了吧！拍卖师，赶紧找人把这2个人轰出去！来人！等等，你们几个脑子进水了吧？没听见我刚才说要点天灯吗？20亿刷卡。哎呦，装腔作势这么多次，不累吗？凤清雪刚才那么多银行卡都刷不了，你这卡能成吗？哎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张卡要能刷成，我现在就跪在地上爬3圈，再叫你一声爷。行，那你就等着一会儿叫爷。刷。刷卡成功。什么？刷卡成功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这小王八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凤清雪，你是不是给他钱了？谁允许你把凤家的资产补贴给这个小白脸了？齐雪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老婆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你怎么能打庭生哥哥呢？谁对我老婆狗叫，我就收拾谁。别用手打，手会疼的。谢谢老婆，下次我拿棍子收拾他。啊，你，刚才是不是你说要跪在地上爬3圈，然后叫声爷？你是先爬还是先叫？哎，你还没解释，这钱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凤清雪给你？本少爷的钱有必要向你解释来源吗？王八蛋，你疯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拿下！哼，打算以多欺少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打了我们的人，打了菲菲，还抢走了凤冠霞帔，我们就以多欺少，怎么了？行，既然你以多欺少，那就别怪我拿钱买人。你们几个一个月几个钱呀？这么拼命？来，一人100万，拿钱滚蛋！小白脸，你真以为我这些保镖是见钱眼开的人吗？啊！你们！姐姐，你怎么能看着一个外人打我们呢？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啊！一家人，你们这些白眼狼也配？要不是看在今天是爸妈的忌日，你们早死了。乔楚，我们走。哎，把那个凤冠霞帔给我拿上。明白。菲菲，走。你们。菲菲，放心啊，我们已经找了医生啊，给你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你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不用太担心啊。我受伤无所谓，凤冠霞帔被抢走也没什么，只是我害你们丢脸了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呀，菲菲，这不关你的事情，是凤清雪发了失心疯在这乱咬人，今天的账呀，都该算在他头上。只是凤清雪好像找到了靠山，那个点天灯的家伙似乎有点来历，不然不会那么嚣张。我们要不要查一下？有什么好查的？我估计没错的话，他就是凤清雪故意找来的小白脸来气我们，哼，就是想告诉我们他也有人爱着他。至于那20亿，就是凤清雪的嫁妆。我记得当年啊，这凤氏夫妇跟我提过那么一嘴，他们给凤清雪成立了境外信托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姐姐为了得到你们，还真是煞费苦心了。要不
你们还是向姐姐求婚吧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她，就算有点情分啊，就冲她今天争宠的表现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娶她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如果她今天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把戏，堂堂正正的讨好我们，或许我们会考虑给她一个机会。但是现在，不可能了。我们这么努力奋斗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再寄人篱下。而且，你今天所受的委屈，我们都会帮你讨回来。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根本不配得到你们的爱。可是什么呀？别可是了，菲菲，放心啊，我们几个呢会给足你安全感的。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就带你回凤氏集团，我当众送你聘礼，让你成为凤氏集团的总经理，年薪10个亿，让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这个聘礼可是比凤家宝和凤冠霞帔还要贵重，我不能收。你值得。等你真正的成为了凤氏总经理，我们呀就在凤宫向你求婚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啊！可是凤宫是凤家专门为了姐姐结婚打造的，号称江城第一殿堂。我要是用了，姐姐会不会生气啊？放心好了，现在除了江城首富霍半城有凤氏的50%股份，最大的股东就是我们3个了。现在的凤氏已经轮不到凤清雪说话了。就是啊，凤清雪爸妈的股份早就被我们吞了，她就剩下1%了，你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菲菲，你就安心的接受我们求婚吧。菲菲，不管你选择我们其中哪一个结婚，我向你保证，我都会拿出1半的股份当做你的新婚礼物。我也是。什么？霍半城钦定了新的董事长，还把所有股份都转让了。公司发展这么好，霍老怎么就把自己的股份转让了呢？听说霍总患了癌症，要专心治疗，所以这才脱手。再说，这凤氏这点股份，他也看不到眼里。天生哥哥，霍老不仅把股份转让给了别人，还让他取代你成为了新的董事长。那我们在凤氏岂不是要彻底失去话语权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个新任董事长啊，无意中帮过霍老一个大忙，所以就拿到了霍老的股份。不过菲菲，你放心，即便如此，我们3个依旧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。这个新任董事长想要掌控公司，必须依照我们。没错，现在公司大部分的人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给他面子，他就是董事长；不给面子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菲菲，你放心，现在凤氏集团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我们要你做总经理，就不会有人敢反对。天生哥哥，我成不成为总经理无所谓的，我是害怕你们受委屈。还差1分钟就9点了，新董事长怎么还没有来？他是不是要摆架子啊？姐姐，凤清雪，凤氏千金，他怎么还活着呀？他不是撞死了人以后畏罪自杀了吗？我听说呀，他不是畏罪自杀，他是假死脱身。他怎么还好意思来凤氏？就不怕警察抓他？凤清雪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？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凤氏是我爸妈成立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什么你爸妈创立的公司，他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是我们的。抢走我爸妈的公司还说是你们的，真是一群白眼狼！别扯那么多，我们今天
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没工夫在这跟你瞎掰扯。你赶紧走，不然我可要生气了。走？走是不可能走了，我走了，你们欢迎谁来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还是一个，还真拿自己当新任董事长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什么底细，什么来历，别人不了解，我们还不了解吗？你就是一个坏脾气的大小姐。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让保安把他插出去，不然等会儿新董事长来了，看到这里闹哄哄的，大家都没好果子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我就是新董事长，我看谁敢赶我！什么？你是新董事长？凤清雪担任董事长，这怎么可能？霍老怎么会让一个罪大恶极的肇事者做董事长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霍老不会把股份给你这个杀人凶手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委任状是假的，是他伪造的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回凤氏集团。凤清雪伪造官方文书，这可是犯罪行为。我劝你啊，赶紧认错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把牢底走穿。公司的委任证可以作假，但公司的工商股权变更难道也可以作假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究竟使了什么手段得到股份的？这么说，姐姐真的是凤氏集团最大的股东和董事长？不接受，我不接受！我不需要你接受，我只需要你知道，以后这凤氏只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把别墅扣有东西呢？凤氏是我爸妈留给我的财产，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这群白眼狼的东西？凤之雪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即便你是董事长，那又如何？我们三个依旧是公司的大股东。很快就不是。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！我们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中高层的人可都是我们的人啊！你一个孤家寡人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一个人都使唤不动。凤清雪，我们给你面子，你就是新董事长；我们不给你面子，也屁都不是。好，说的非常好。所以我要把你们手里的股份全都拿回来。凭什么？赵庭生，过去3年转走公款30亿给凤飞飞买车买房，昨天还试图拍卖凤冠霞姘。赵世杰，身为公司法律顾问，多次违反职业道德，贩卖公司真利给凤飞飞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。赵云霄，身为公司代言人，因为凤飞飞多次缺席拍摄和发布会，还偷税漏税，造成公司销量下降。你们说，这些资料够不够换你们手里的股份？够不够？我说不好了，霍小叔找了个老婆，那女人很厉害，不仅发现了窃听器和摄像头，还把我开除了。二叔，这霍家内部还真是暗波汹涌。你去哪儿？不是废话吗？出去浪，要不然在家看你啊！出去可以，记得多带几个人。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。本少爷不回就不回，不仅不回，我还要喝酒、飙车、斗鸡。不服？那你摇我呀！霍少今晚斗鸡，估计又要输几千万了。夫人虽说作风强势，但对霍少还是无可奈何啊。霍少儿是霍老爷的唯一子嗣，又是未来的继承人，霍老爷都管不住，夫人又哪里管得住啊？
首领，天宫财神赵子雄想要拜访您。不见。15、20、4。来，继续，15、12、8。来，你喝。好的，霍少。再来，没有，一起喝，喝，干了，再来，漂亮！我输了，这是欠你的采购部经理任命书，拿走。哎呦，还以为结了婚之后手里的大权都被管制了。霍少什么人？江城第一少，喝最烈的酒，飙最猛的车，睡最美的人，这样的主哪个女人敢管啊？就是，连霍老爷子都管不了，这一个女人能管得了什么？不过我这有点好奇，这嫂子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你必须按照赌约无条件服从，不然你就要跟这枚硬币。我跟你们说，他长得凶啊，那是母老虎中的母老虎。我看见他，我连饭都吃不下。这霍老爷子该不会是给你找了个悍妇吧？对，就是悍妇，高8尺，他宽也8尺。要不是我爸一次兄弟，我都不能让他进门。皇上，那嫂子这么彪悍，你是晚不回家，我怕他收拾你。收拾我？我可是霍家第一继承人，江城第一大少，我收拾他还不错。我一个眼神过去，他就得跪下。霍少霸气啊！不提了，扫兴。喝酒，来，喝酒。凤清雪，你居然暗中调查学生哥哥他们可是你的家人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凤清雪，你这样对待我们，有没有考虑过后果？还想不想我们给你好脸色？你这个样子，就永远别想让我们3个向你求婚，你根本不配得到我们的爱。少说废话，我就问你，这些资料够不够换你们手里的股份？不够的话，我可就叫警察来了。凤清雪，真的生气了，欲擒故纵不行，就玩起霸王硬上弓了是吧？为了得到我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但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吃这一套，也永远不会向你低头。你尽管撕，资料我还有很多，还有电子版，随时可以发给警方。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，这些资料够不够换你们手里的股份？你免费赠送价值100亿的东西，你想让我白白送给你？你还有人性吗你？你们本来什么就没有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霸占我爸妈的，我免费拿回来天经地义啊！凤清雪，我知道你喜欢徐生哥哥他们，还想让他们娶你，可是你也不能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。你这样做不仅会失去他们的心，还会永远失去他们的人。秦雪，你现在收起你那些争宠的伎俩，再好好巴结我一下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，等菲菲选完之后，也可以给你一个挑选的机会啊！我不是垃圾桶，什么垃圾都会是。你们这几个白眼狼，就留给凤飞飞吧。哈哈，还在吃菲菲的醋是吧？你真是没完了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这样会彻底失去我们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签字吧，要不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们想要签字都没有机会。3年过去，你还是一样，浑身铜臭。你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得到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爱。你们20多年的锦衣玉食，住的别墅，开的劳斯莱斯，戴的珠宝首饰，全用了我凤家的钱。你们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钱装的人模狗样，现在还说我满身铜臭。倒数3下，再不签，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3、
2、1。庭生哥哥，你赶紧想办法搞定他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坐牢。大哥，咱们舔狗舔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轻易不舔的。这凤清雪啊，他肯定就是在以退为进。咱们呢，暂时先跟他服个软。对啊，等他收回报警的念头，等咱们拿到股权，再好好跟他算账也不迟。他这种舔狗，只要咱们稍微给他点好脸色，肯定会对咱们百依百顺。到时候别说是股权了，命都得给我。庭生哥哥，都怪我无能，不然你们也不会委曲求全。看着你们出卖自己，我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菲菲，别说了，没事啊。为了你，我们愿意牺牲自己。我们也愿意。清雪，你用各种手段打压我，逼我交出股份。我知道，其实你心里啊是在意我、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得逞了。只要你不报警，把股份啊还给我，我们呢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宠着你。对，而且我们也会比以前多关心你，让你重新感受到我们的温暖。还有，等菲菲挑选完结婚对象之后，你可以从剩下2个中再选一个，作为你的结婚对象，实现你多年的夙愿。你们没有镜子，你可以撒泡尿照一下自己。你们这种垃圾，狗都不如。我们是给你机会，你还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过了这村可就没有那店了。行，你们不签股份赠送协议，我就报警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报警，控告他们几个。给你脸了是吧？行，股份我可以签，但你可以想好了，我一旦签字了，咱们就彻底签。股份给你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失去我了，这辈子都别想让我们3跟你结婚。凤清雪，你闯大祸了！那就让这个祸大一点。来人，把他们几个都给我掐出去！你们给我打掉！爸妈，公司我已经夺回来了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们的一切。凤首领，赵子雄第3次请求见你一面。告诉他，非赵再扰。天山哥哥，凤氏集团又被凤清雪给抢走了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抢别墅，抢凤冠霞帔，现在连凤氏集团的股份也要抢。这凤清雪怎么什么都要跟菲菲抢？我看这女人真是疯了。凤清雪没疯，相反她很清醒，她就是想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打压我，让我们低头向她求婚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，要不你们还是跟姐姐和好吧，我会祝福你们。菲菲，你说什么长话？你放心啊，这清雪啊，向我们放下身段求她，没瞒。可是你们要是不向姐姐低头的话，车子、房子，乃至你们的前途就都没了。菲菲，放心啊，虽然呢我们手上没钱了，但我们人脉还在。我认识不少大人物的，等着，我现在啊就组局，让那些大佬们投资我。对，大哥是商业精英，我是律师，您要是大明星，我们要是出来创业，银行都得跪着求着给我们借钱。而且以我们的实力，不出1年，肯定能超过凤氏集团，把凤清雪踩在脚下。天山哥哥，那我们就多借一点钱，最好我们借100亿，这样我们就能快速起飞了。好，
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好。霍少，霍氏集团控股的凤氏集团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刚才赵庭生给我打电话，向我要投资啊。对啊，他们刚才也给我发消息，说要给我一个投资他们的机会，还要约我晚上吃饭见面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老婆已经掌管凤氏集团了，并且把赵庭生他们3个助手开除了。他们找你要投资，流程正常走就行，但是你们要考虑清楚，到时候可别亏得血本无归。马行长，王行长，现在我们3个呢，已经从凤氏集团出来自己创业了。我们决定给你一个投资我们的机会，只要你们投资我们100亿，我们就给你们10%的股份，让你们将来得到10倍、100倍的回报。马行长、王行长，像世杰哥哥他们3个人的地位，跟你们要投资，可以提高你们银行的声誉和档次的。这100亿投不了，确实投不了。马行长、王行长，我们可都是高级人才，精英中的精英，上过《纽约时报》的。这外面可是一堆人求着给我们投钱呢。是啊，几个月以前你们还上赶着给我们投资，现在怎么就借不了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觉得100亿太少，想要多投资一些，多占一些股份吗？没问题，200亿我们也可以接受。哎，但是你们不能说出去，不然我们也很难做的嘛。200亿好啊，马行长跟王行长1人100亿，这样你们也不用争了。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1分钱也不会投给你们。世杰哥哥他们可是顶级人才，你们凭什么不把钱投给他们？马行长、王行长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们就不要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这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也耽误你们挣大钱吗？你们几个在江城没房没车没工作，没有抵押物，你们拿什么要这100个亿？没错，这100个亿投给你们，还不如拿去打水漂，还能看到几个圈圈的。你们怎么能够光这么钻钱呢？他们实力超强，只要有启动资金，1年赚几百亿就跟玩一样。那你们就找其他人去借吧。马行长、王行长，我可以用我赵庭生实行你的商业信誉来做担保。你的信誉一文不值。哎，怎么我的信誉也不行呢？那我以前急用钱，我一个电话打给你们，你们可都把钱借给我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马行长、王行长，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我们以前借钱给你们和冯菲菲他们，不是因为你的信誉，完全是因为你在凤氏担任总裁和股东的名头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借钱给我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实力和人脉吗？这怎么跟凤氏总裁和股东的名分有关？就是，之前每次在酒会遇见，你们都夸庭生哥哥是人中龙凤、百年奇才，还说他未来可期呢。一句场面话而已，你们还当真了？真不知道该说你们是单纯还是无知呢。这也再次证明了你们的智商太欠缺了。100亿投给你们，跟烧了没什么区别。我们以前给你们投钱，捧着你们，完全是因为你们在凤氏的身份。没错，你们是凤氏的总裁和股东，我们借给你们多少钱都行。但是没有了这层身份，你们屁都不是。还有，我们已经得到消息，你们几个不是从凤氏辞职的，而是被凤小姐开除的，而且还设计一系列犯罪行径。诽谤，这完全就是凤清雪的诽谤。他得不到庭生哥哥，他就泼脏水，你们可千万不要信啊！马行长、王行长，你们也是大人，怎么能被这凤清雪给糊弄的？你们这样偏听偏信，会失去我们这样的高级人脉，也会失去一个赚大钱起飞的机会。言尽于此，赵先生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
哦，对了，上个月你们给凤飞飞买珠宝刷的3000万信用借款，请赵先生1个星期内归还呢。还有我那里的2000万借款，也请1个星期内还清，不然就别怪我让人催收了。庭生哥哥，看来马行长他们肯定是被凤清雪给收买了，要把我们往死里整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清雪，不是！老婆，宾客名单已经备好了，凤冠霞帔也准备妥当，就是不知道你想要在哪里举办婚礼。在凤宫吧，那是我爸妈给我打造婚姻殿堂，我想让爸妈也能看到我的幸福。凤清雪，凤清雪，为了得到我的心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庭生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简单，他这2天吃醋、羞辱我们、打压我们，都是有意为之。他就是在给我们准备惊喜。什么？姐姐是故意的？没错，明天就是元旦了，也是他跟我们约定娶婿的日子，同样呢，也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。他这几天不停地羞辱我、欺负我、抢走我们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股份，把我们逼入绝境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让我们不得不向他求婚。只要我们向他求婚了，他再把东西全部都还给我们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会体会到失而复得的感觉，还会对他感激不已。他就顺理成章的霸占了我们的心了。哥，这凤清雪还真是在欲擒故纵。不然呢？他做舔狗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突然间就不当舔狗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而且他抢走凤家宝，抢走凤冠霞帔，偷偷筹备婚礼。你说这一切，不都是在给我们准备惊喜吗？对，他刚才说什么凤宫举行婚礼，这不是他当年要求我们跟他求婚的地方。好啊，这凤清雪整这一出，不仅俘获了我们的心，还让我们对他感恩戴德，真是好手段。这一鸭一羊玩的可真是溜，姐姐不去演宫廷戏，真是可惜。庭生哥哥，你们明天真的要跟凤清雪求婚吗？菲菲，没事儿，我们受点苦的无所谓。但是考虑到你幸福的未来，我们还是让一步吧。不过明天我们会让所有人看到，他依旧是我们3个人的舔狗。等他选了我们其中一个重新变成舔狗之后，咱们再让凤清雪跪下道歉，重新树立我们的威严。光道歉还不够，要让他把股份全都转给菲菲，而且要让他把凤家宝和凤冠霞帔全都还回。放心，我已经摸清楚了他的底牌，到时候我让他跪着，绝不让他站着。下跪道歉，转移资产，这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等凤清雪把全部资产转移出来，咱们就跟凤清雪离婚，让她扫地出门，让她知道跟咱们耍心眼的下场。等她滚蛋以后啊，咱们再跟菲菲结婚，排场必须是她凤清雪的10倍，让她气死。庭生哥哥，你们可对我真好啊！菲菲，明天啊，我就让他给你磕头道歉，在所有人面前给你好好出一口气啊！我马上把我妹他们叫过来，一起看凤清雪跪地求饶，看你风风光光。我也要把我的姐妹们都叫来，都叫。大伯，凤首领已经拒绝我3次拜见请求了，还警告我不准再去骚扰他，我这怎么才能搭上线呀？春户啊，武九不想见你，但你可以偶遇呀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江城偶遇凤首领，顺便找找我的小女朋友，问问她最近怎么不接我电话的。
愧是江城第一殿堂，这凤宫就是大气，就是豪华。要是我能在这结婚，少活10年命都愿意。不仅凤宫奢华，这婚礼布置也是极其奢侈啊！金砖、拉菲、帝王绿这些东西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还得是庭深他们呀，就这婚礼的场面，简直让我们大开眼界，长见识了呀！庭深啊，简直就是我们圈里的骄傲。姐姐把婚礼现场布置的这么豪华，看来她为了嫁给你们，还真是煞费苦心了。那当然，我们3个向她求婚的画面，她已经幻想10几年，期待了10几年，我们怎能不好好筹划？可惜呀，我们被她逼得走投无路，不然这个现场原来向菲菲求婚的话，这辈子我都死而无憾了。要不然，待会儿我向风清雪求婚，你们替我照顾好菲菲，给她幸福。不，我们不能这样自私的牺牲你们。而且风清雪，她不过想要3人求婚的虚荣，不然她又会耍大小姐脾气。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。不过要说好了啊，不管凤清雪要霸占我们其中的谁，我们都要等她离婚了后，一起追菲菲。好。庭深哥哥，你们对我可真好。虽然我马上就要失去你们1/3的爱，但我依然会一辈子记得你们对我的好。菲菲，我们对你的爱永远都是100%的。凤清雪，她只能得到我们的人，却永远都得不到我们的心。你们这些癞蛤蟆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凤清雪，你什么意思？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你们这3个癞蛤蟆，全都给我滚出凤宫，别弄脏了我的婚礼。都这时候了，还玩欲擒故纵，有意思？这婚礼没我们他能成吗？是啊，我们都已经妥协了，主动来凤宫给你选择，你还摆什么架子？你就不担心玩脱了，鸡飞蛋打吗？你们是哪个耳朵进水了？听到我要嫁给你们，你抢走凤家宝，抢走凤冠霞帔，抢走我们的股份，还阻止马行长他们给我们投资，你的这一切手段，不就是想把我们逼入绝境，然后让我们来凤宫来求饶吗？而且凤家宝出嫁，凤冠霞帔做嫁衣，凤宫举行婚礼，都是你当年定下的承诺，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你针对我们的计划都已经成功了，就不要在这儿想什么鬼点子，赶紧从我们3个之中选一个，小心点儿，过了这村可没那店。当初是我眼下心盲，才会对你们3个有好感。可现在我眼睛好了，你们这3个白眼狼，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再不滚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姐姐，你不要再玩了，玩过火了，到时候你会把庭深哥哥他们都越推越远的。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嫁的不是他们，赶紧滚！你不嫁给我们，能嫁给谁？夫人。老婆？什么？老婆？不是悍妇吗？怎么美的这么没有人性？肯定是霍少担心咱们抢嫂子，故意把嫂子说成悍妇，打消咱们念头。重色轻友了啊！你们都被这嫂子美貌吸引了，难道看不见那真善导进的门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男人玩乐的地方，你来不合适。我说过10点回家，你不回来，那我就过来，顺便给大家问个好。不敢，嫂子气死我！我不回家，我也没答应过你要10点回家。我是成年人，我想玩多少玩多玩。再说，咱们还没结婚，就算是领了证，你也管不着我。我了解。那你是愿赌不服输了？你要是能打出来50环，别说无条件服从你了，你就是让我给你洗脚，我都跪着给你洗。这是不是你说过的话？怎么不承认了？言而无信，还怎么做江城第1大少？我是说过，
但是你10枪，你打50环，10枪50环，这也太差劲了！我闭着眼睛都能打70。霍少只是一时轻敌，掉坑了。他现在不认输不认账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言而有信？咱们再比一局，斗鸡，1人选1只鸡，要是谁的鸡先怂，或者先倒下，或者先死，谁就输。这次你要是再赢了，我肯定服你。在场的兄弟姐妹们都可以作证，怎么样？敢比一局？虽然凤清雪给我留了颜面，没说出50环的真相，但我还是要争取自由，不然以后被他管定。好啊，请。为了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你先选。猖狂！我先选，输死你！我选1号机，那可是战斗机中的战斗机。那我选2号吧。你再说一遍规则，我怕你输了不认账。谁的鸡要是先怂，或者先倒下，或者先死，谁就输。好，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斗鸡开始。你输了。夫人，少爷区一个视频，晚点来婚礼现场，让您稍微等一下。好，姐姐，你不嫁给庭生哥哥他们，难道你是要嫁给这个老头吗？姐姐，庭生哥哥他们确实不喜欢你，但你也不能自暴自弃傍大床。这个老头，他都能当你爹了，你还嫁？风清雪，你是故意找这个老头演戏刺激我，还是真的要嫁给他？如果是演戏的话，那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会让我感到恶心。如果你真的要嫁给这个有钱老头，那我会真的看不起你，你也会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妈。闭嘴！最对不起我爹妈的是你们3个。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白眼狼，当初就应该让你们饿死在孤儿院里。好了，别说废话，吉时已到，赶紧从我们当中选一个吧，要不然我们不要你就真的只能嫁给这个老头。是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欺负我老婆？少爷，又是你这个小白脸！你个小绿茶，你说我小白脸了？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因为你犯贱，所以你该打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在这儿，我就是法，我就是天，你凭什么打野？凭我是今天的新郎，清雪的老公。什么？你是今天的新郎？对，我就是今天的新郎，凤清雪的老公。你们欺负他，就是欺负我。清雪，你真是够了！找老头忽悠不了我们，又找这个小白脸来演戏。你搞这一出1哭2闹3上吊的真诚手段，会让我们寒心，会彻底失去我们的。你们从来都配不上我，我今天也不是来嫁给你们的。失去你们这些人渣，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。你不嫁给我们，你能嫁给谁啊？你这样自欺欺人，有意思吗？你白痴吧？听不见我刚才说的话？我就是今天的新郎。没错，乔楚就是今天的新郎。他不仅帅气多金，还比你们优秀100倍。只有他，才有资格做我的新郎。姐姐，你上次在拍卖会已经找他演过1次戏了，今天再演这就没意思。就是找一个吃软饭的来气我。你自己不觉得很幼稚吗？吃软饭？告诉他们我是谁？见过霍少爷，见过霍少爷。霍少爷？什么霍少爷？白痴！你们连霍少爷都没见过，是怎么在江城混的？不过也有可能，你们档次太低，接触不到。听好了，他是霍少部独子，昔日第1纨绔，现在江城1少，霍教子霍少。什么？他是霍少部的儿子？什么？他是霍少部之子，
他是这个小白脸，怎么可能是霍家大少？他怎么可能娶凤清雪？我不相信，凤清雪是废物，他身边的人也应该是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是霍少？我的身份和地位，什么时候需要你们来想象？你真的是霍少远？没错，你们眼中的软饭王，就是霍氏集团继承人，霍氏未来的董事长，也是我的结婚对象。我还是不相信，凤清雪，你一个没爹没妈的便宜货，有什么资格让霍少娶你？一群眼盲心瞎的废物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眼中一直瞧不起的凤清雪，其实是你们根本就高不可攀的存在。与其说是我娶清雪，不如说是我高攀清雪。能娶到这样的老婆，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和荣幸。不可能，他哪来的这种能耐？哪来的这种面子？不可能，他哪来的这种能耐？哪来的这种面子？就是三哥和清雪可是青梅竹马10几年，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千金，根本没有什么厉害之处。霍少，你肯定是被他蒙蔽和忽悠了，他根本不是你嘴里什么高不可攀的存在啊！凤清雪，你还不赶紧向霍少坦白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欺骗了霍少，你10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！没错，你快告诉霍少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要装神弄鬼，不要牵连到我们！都给我闭嘴！清雪是我老婆，你们羞辱她就是羞辱我。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要是再对我老婆出言不逊，打烂你的嘴！你打烂我的嘴，我也要说，凤清雪，她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因为她是杀人凶手。你还敢给我老婆泼脏水？你是觉得本少爷不敢动你是吧？我没有给她泼脏水。凤清雪是912车祸的肇事者，害了10几条人命，假死脱身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回来，还攀附上霍少你这条大腿，但他是杀人凶手的身份不容置疑。霍少，你富可敌国，人脉通天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为什么就非要娶一个杀人凶手呢？就是，凤清雪害了10几个人，到现在还没有领案受罚。霍少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呵护和为他保驾护航。而且，外面如果知道了霍少你娶了一个杀人凶手，你和霍家都会被嘲笑，霍氏集团的股票也会因此大跌。没错，霍少你现在可是霍家继承人，也意味着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霍氏。你即使不娶豪门千金，也得娶个清清白白的人啊！是呀，霍少，凤清雪是杀人凶手，他的家属知道了以后肯定会闹上门来，到时候对你造成重大损失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辈子只会娶一个女人，那就是凤清雪。不管她做过什么，今天我都要娶她，你们谁也阻止不了。乔楚，我明白你对我的心意，可他们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你，你还是应该娶一个清白的女人。没错，她就是一个有罪在身的贱人，只配给我和兄弟们玩玩，永远上不得台面。我的女人，也轮到你来欺负了。霍少，你难道非要她吗？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！你就不怕待会儿警察来了，将她从婚礼上带走，丢你脸吗？要！凭什么？对她这么好？凭她是我的白月光，凭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凤飞飞。什么？真正的杀人凶手是飞飞？你说什么？飞飞是杀人凶手？没错，凤飞飞就是912车祸的肇事者，他把商务车撞到了海里，害了很多人，还把清雪推下去，灭口降我没有。霍少，你虽然有钱，但你也不能为了凤清雪污蔑菲菲。菲菲什么性子，我们一清二楚。没错，菲菲生性善良单纯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还隔三差五的给孤儿院捐钱，她不可能是凶手。她单纯善良，也只有你们这群蠢货才会相信。霍少，你如果想让我替姐姐顶罪，让她变成清白之身跟你结婚，我很愿意成全你们的。只是912车祸早有定论，是凤清雪撞翻了车子，然后跳海假死脱身的。我想要顶罪，我也顶不了啊！你还真是绿茶呀！明明自己是凶手，装的这么可怜无辜。
你以为我今天指控你就光是嘴上说说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这几天花了几千万彻查912车祸事件，我得到了一个清晰的视频。不可能，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监控。看来你做了很好的善后工作，我也没说有监控，但是你就没有行车记录仪吗？行车记录仪早就被我给砸了。砸了行车记录仪？那你这是做贼心虚啊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是想要替你掩盖罪行，以及我不想让伯父伯母看到你跳海，所以我才砸了行车记录仪。看到没有，凤新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菲菲还一直保护你啊！不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也没有行车记录仪，但是我拿到了一个拍摄候鸟的传卡。那条路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国家级拍摄景点，专门拍摄候鸟迁徙，正好那天拍到了车祸的真相。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相。菲菲，快报警，快救人！天山哥哥，我好了。凤清雪开车撞了一辆商务车，里面好多人。不是说是凤清雪把商务车撞入海里害死了人吗？怎么是凤飞飞？是呀，凤清雪虽然出现在现场，但是她坐在副驾，她还喊救人呢。凤清雪帮凤飞飞救人，凤飞飞却从后边把她打晕，还污蔑她撞人，畏罪跳海，这简直就是畜生啊！是不是啊？菲菲，你不是说是凤清雪撞的人吗？这个视频是合成的，我没有撞人，是凤清雪撞的。这视频记录的清清楚楚，你还要狡辩吗？这个视频就是你合成的。天生哥哥，姐姐又跟以前一样诬陷我。菲菲，你放心，我们相信你。我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，你什么性子，我一清二楚。谢谢天生哥哥愿意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我们也相信你，你生性单纯，是不可能干出灭口嫁祸的事情。这视频一定是合成的。真是3个眼盲心瞎的白眼狼啊！凤清雪，真是心思歹毒啊！为了顺利嫁给霍少，拿合成视频来浑水摸鱼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耻吗？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清白合成视频污蔑菲菲呢？你这样可是要坐牢的。我污蔑？没错，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菲菲平时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怎么可能会撞人？再说了，菲菲连驾照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开车？我劝你自己干的事情，老老实实的交代罪行，别在这儿搞歪门邪道，这样你不仅会害了自己，还会害了霍少。赵庭山，你是脑子进水还是老年痴呆啊？能说出这样的话？霍少啊，我不知道凤清雪是拿什么迷住你的，拿合成视频来诬陷菲菲，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，今天谁都不可以伤害菲菲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觉得是我合成的视频，那我现在就报警，打电话让警方来侦辩吧。不要！走，跟我回家。你这是耍无赖啊你不讲武德，谁家斗鸡是一枪打死的？一人选一只鸡，要是谁的鸡先怂，或者先倒下，或者先死，谁就输。现在你的鸡比我的鸡先死，你输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我说的也是斗鸡，没说你能出手。你也没说我不能出手，自己没讲清楚规则，就不要怪别人钻空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另外，我给你上一课，不要以为自己占据优势就洋洋得意，因为你强大的对手
很可能随时先说。你们说是吧？这是怎么？我一传来，不攻自信。我们不攻自信。这群软骨头啊，吃里扒外，而且耍赖的也是他呀！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一场我还是不服。今天我就是不回家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要我？小样，还挺要面子的，看来要以柔克刚了。好，你不回家，那我也不回家。你留在这儿跟他们喝酒，那我也出去跟别的男人喝酒。霍少，快拦住嫂子！外面都是人了啊！嫂子要跟他们喝酒，肯定会被砍头的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回家。二哥，四妹，那个女人的资料没查到，有一个人说认识她，说这个女人叫凤清雪，又叫凤舞九。刘兰进来。为什么不要？姐姐，你马上就要跟霍少成婚了，如果警方过来鉴定视频是合成的，那你就会罪加一等。霍少也会因为伪造证据而犯法。与其搅黄了你跟霍少的好事，让你牢底坐穿，倒不如让我来承担一切，这样至少霍家会接受你。你刚才不是还愤怒我为什么跟霍乔楚结婚，现在又变成成全我和他？你这样自相矛盾，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为了我自己的前途，为了我的清白，我还是打电话交给警方侦理吧。是，一旦警方鉴定，就知道视频真假，也就知道谁是真正的肇事者。不要，姐姐，那你就会被警方给带走，霍少也会成为全城的笑话。还是让我来承担一切吧。够了，菲菲给了你机会，她为了你的幸福和前途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我求求你，快点把我的前途毁掉！我求求你，快点让我牢底坐穿吧！我是为了你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不报警自首，还真是对不起你们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得到我了。得到你？凤清雪，不得不说，你把我们逼入绝境，再来打动我的把戏奏效了。好，你赢了，我妥协了，我愿意跟你求婚啊！不，直接结婚。不过在结婚之后，你必须要满足我们3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要再打压菲菲、世杰和云霄了，有什么怨气的话，都冲着我来，他们是无辜的。第二，把凤家宝和凤氏股份还给我，还有让菲菲来当凤氏集团的总经理。第三，以后不要再玩你那些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，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相夫教子，伺候我。嫁给你，还要答应你3个条件？我知道你心里是一直都喜欢我的，为此不仅费尽心思，还请霍少来当演员。现在我妥协了，你可以直接拥有我了，不用再遮遮掩掩啊！我演员？霍少，你富可敌国，我知道你不可能跟凤清雪结婚的，即便你答应了，霍老爷子也不会同意的。你只是凤清雪拿来刺激我们3个啊，不，刺激我的，你没起死。我要你答应那3个条件呢，不是贪图你的钱，而是想要一份安全感，一个态度而已。你放心，我拿了钱之后啊，我会每个月给你6000块钱当做零花钱，我还可以在婚后让你生个孩子，就当给凤家传宗接代吧。来吧，答应我求婚，实现你多年的夙愿吧。庭生哥哥，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失去自己。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菲菲，
以后要好好的，下辈子我再来娶你。风清雪，嫁给我吧。选我，选我。滚蛋！别在这侮辱我老婆！霍少，你怎么还打人？你看看你们干的这些烂事儿！霍少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。不嚣张，我还是霍少。风清雪，我都答应跟你求婚了，也原谅你之前的争风吃醋，你为什么还要霍少打我们？我看你不是眼盲心瞎，而是脑子进水了吧？你凭什么觉得我要嫁给你啊？差不多行了，你再这样，我的耐性是有限的。快拥抱我，不然我真的生气了。就你这种垃圾，我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要不，你跟凤飞飞还是锁死了？佩姬，一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一个冒充小白花的杀人凶手，你们两个还真是绝配。凤清雪，你自我催眠多了吧？真以为霍少会答应娶你吗？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纸面写的谁的名字？告诉我！这怎么可能？霍少真的跟凤清雪结婚了，她真的嫁给了霍少。这么多量了，看来这个婚礼真的不适合我们了。回答我，这上面写的谁的名字？今晚谁是新郎？谁是清雪的老公？回答我！你是今晚的新郎啊！清楚就好。你们给我婚礼捣乱，叫嚣我老婆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给别人婚礼捣乱的下场。来人，让他们知道捣乱婚礼的后果。上！别打！别打了！别动手！啊，这儿还有一个呢！住手！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我赵子雄的女人！小子，凤飞飞是我的女人，你胆敢动她一根毫毛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什么？菲菲是你的女人，那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算绿毛龟算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吧？这凤飞飞旁边有很多男人，她不缺。你们面前的这个，可能只是其中之一罢了。菲菲，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没错，子雄哥哥是我的男人，你们三个无能，总不能阻止我找个更好、更优秀的人。子雄哥哥可是天宫财神，不仅有钱，还有权有势，比你们三个绣花枕可强太多。我们对你一片痴心啊！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？我原本呢是想等到成为凤氏总经理，拿到股份之后再跟你们决裂，没想到你们被凤清雪打得满地找牙，还牵连我，真是丢人！以后啊，你们三个离我远一点，我可是被雄鹰吻过的女人，不可能再看上你们这三个土狗。子雄哥哥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再不来，我就要被霍乔楚他们欺负死了。霍乔楚，我的男人来了，有本事你就当着他的面再动我一下试试。哎，试试你霍小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着我的面行凶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谁在我婚礼上撒野，我就说是谁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天宫财神赵子雄，我大伯更是天宫前首领，你得罪我，后果很严重。什么？天宫财神？那可是打理天宫全球资产的主啊，几万亿资产，金融巨鳄呀！他不仅有钱，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动用天宫杀手，连霍家也要比他们逊色半分。怪不得菲菲不要我们了，我们对比赵财神，确实是一群土狗。怎么，作为天宫财神，你就打算仗势欺人？霍乔楚，我知道你爹是江城首富，也知道你霍家根深蒂固，但你招惹我，一样不好使。看在你爹跟天宫有点交情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求饶的机会。
那就是跪下给菲菲磕头道歉，再赔偿10个亿，让菲菲满足了，高兴了，我或许可以放你和霍家一条生路。那要是我不呢？那就别怪我不顾两方的交情，把你和霍家往死里整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霍家就会破产。子雄哥哥，这还不够，他刚刚还打了我，我要他自断一手，否则我恶气难消。听到没有？还不按菲菲说的去做？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收拾他？菲菲干了什么？我不想知道，也没有兴趣知道。我只知道现在你让菲菲不高兴了，立刻跪下道歉，再自断一手。你不自己体面，我就帮你体。老婆，救我！叫老婆，叫你爹都救不了。我说的。来人，把霍乔楚给我抓起来，胆敢反抗就断他2只手。是吗？赵子雄，你是不是也想连我一起收拾？是吗？赵子雄，你是不是也想连我一起收拾？放肆！便宜货，子雄哥哥的名号也是你能直呼的。子雄哥哥，你不要跟他废话，赶紧收拾他！我要他现在跪地向我求饶！放清雪冲撞子雄哥哥，你们快把他给我拿下！胆敢反抗，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！慢着，子雄哥哥，区区一个便宜货，不用您出手的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动手！哎，你推我干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要亲自动手，对不对？白痴，这可是凤无九，老子的顶头上司，老子这次被你坑惨了。你看，你把子雄哥哥的手都给气发抖了，还不赶紧跪下来受罚？否则子雄哥哥会把你收拾得很难看。赵财神，我膝盖有点硬，跪不下去，麻烦你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！贱人，你还敢阴阳怪气子雄哥哥，我现在就替子雄哥哥收拾你！子雄哥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蠢货，你害死我了！见过凤首领，见过凤首领。凤首领，赵财神的意思是凤清雪是天宫首领。清雪就是传说中那个一人一剑抵挡魔窟3000士兵的凤无九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么强大，你们肯定是搞错。齐雪，你真的是天宫首领？没错，我老婆就是威震四海、世平八荒的天宫首领。刚才跟你们说了，她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，但是你们这些猪脑子不相信。现在好了，事情闹大了，还把这赵财神诓进来。凤首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还不赶紧跪下给凤首领道歉？你个蠢货，害死我了！你得罪谁了？你得罪凤首领？姐姐，现在还用不用我给你们下跪道歉？砍断1只手了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姐姐。凤首领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我们要知道是您，我们哪敢冒犯您呢？按你说的话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们就要欺凌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既然你跟凤飞飞要以势压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势。赵子雄，你以下犯上，欺压良善，从现在起革除财神一职，回去断手反省。是，我甘愿受罚。至于你，凤飞飞，你非我凤公子弟，我无权处罚你，但我会把你移交给警察局。你肇事逃逸，打伤我，害我性命，更是朝我泼脏水，今天更是唆使赵子雄行凶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陆清雪，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
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高高在上？凭什么我要做阶下囚？凤清雪，我赢了你3年，我不服气再输给你，我杀了你！王小胜，看来夫人道行差了些，没能把霍少爷逮回来。我都说了，霍少那可是滚刀肉，天王老子来了都降不住。快点下来洗澡睡觉，明天还要举行订婚仪式呢。张强，今天这拉菲有点假，我头疼就先回来了，你们让老板给我个交代啊！天哪，夫人还真把少爷给逮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有夫人管着，少爷就不会折腾我们了。少爷啊，手机都拿反了，他假装打电话的样子，真是好笑又心酸啊！姥姥，对不起了，明天我就要结婚了，等不到你了。你是说，清雪不仅镇住了那个兔崽子的一帮狐朋狗友，还让这个兔崽子乖乖的跟他回家了？没错，就连少爷别墅里的佣人、保镖、司机，包括狗，都被夫人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好啊，好啊，终于能找到一个可以镇得住这个兔崽子的人了。看来明天晚上的订婚宴，可以直接宣布让他接班了。直接宣布少爷接班，这不仅会让整个江城震惊，还可能让二爷他们高级跳墙。放心，有清雪在，再急再狠的狗都要给我趴着。恭喜霍老，贺喜霍老，霍家再添新人，这是你家的一点心意，给您收下。谢谢。霍老，我代表陈家祝霍少、霍夫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，二位一心。哎呀，客人来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上台吧。各位来宾，晚上好！感谢大家赏脸来参加犬子、翘楚和清雪的订婚宴。吉时已到，现在我宣布，订婚仪式正式开始。好，等等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。王小胜，为此两体。凤飞飞当众行凶，拉下去，移交法办。不要，凤清雪，我不要输给你，我不服！带走！放开我！还有这帮人，全部扔出去，全城封杀，让他们体验一下当白眼狼的后果。清雪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三个一定会像小时候一样爱你啊！对，带走！哎，轻点儿！清雪，我霍小楚在此起誓，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无论健康或者残疾，无论贫穷或者富有，我都会一生一世陪着你，呵护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跟我一起白头偕老？我愿意。如果
我爱换成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晚了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专注，抓紧我看你路。啊，你们为什么要反对这门亲？难道你们不想让翘楚早点安定下来吗？就是，我跟清雪郎才女貌，还轮不到你们一堆妖怪来反对吧？翘楚结婚，我这个当二叔的自然是高兴，只是他可以和任何女人结合，谁都不能跟凤清雪在一起。没错，就算翘楚娶一个女乞丐，我们也不会反对。我们霍家钱多，女方有没有钱无所谓，但凤清雪不行。清雪为什么不行？你们总得给个理由吧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会害了乔楚，害了我，害了霍氏。四姑，你别在这污蔑我老婆，她也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我们也不想对她指手画脚。翘楚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霍家能有今天很不容易，我绝对不允许一个危险人物毁掉我们。放屁！什么危险人物？我老婆知书达理，单纯善良，怎么就危险人物了？啊！你们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虽然霍翘楚是好面子维护我，但这种替老婆出头的风度，还是有点迷人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你们究竟什么意思？来人，给他们看看我这个好侄媳妇儿真正的面目。这什么电影？这不是什么电影，这是世界第一雇佣兵组织魔皇和死中被杀的画面，而杀掉他们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好儿媳、好老婆，他就是染血无数的天宫杀人王霍无九。什么？霍少结婚的对象是杀人王？这也太可怕了！杀手有一堆仇家，如果霍家今天接纳了凤清雪，这以后怕是要鸡犬不宁，甚至有性命危险。二叔，这视频一没正脸，二没写我的名字，你凭什么说我是杀人王？就是啊，我老婆就是看着凶点，其实根本没有胆子杀人。你们不要在这儿合成一个视频就来污蔑她。还有，我警告你们，虽然你们是长辈，但是你们一味的这样污蔑我老婆，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死兔崽子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维护他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一旦和他结婚的话，就相当于我们霍家跟他绑定了。他这样的杀人王，仇家没有1000也有800了，而且都是穷凶极恶的势力。到时候我们霍家就会因为他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没错，仇人杀不了他，就会杀你，杀我，杀我们霍家，我们霍家就会有灭顶之灾。你们说的很有道理，但可惜我不是杀人王。凤无九，证据都怼到你面前了，你还死不承认？不是我为什么要承认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。行，物证面前你能狡辩，我看人证你怎么狡辩？来人，把雪狼给我带上来！老二，他是什么人？他就是魔皇的骨干，雪狼也是整个魔窟唯一的活口，就是他亲眼见证了凤清雪杀了魔皇他们。他的身份我已经验证过，如果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也可以甄别。雪狼，告诉他们，凤清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就是天宫的第一杀手，染血无数，他很危险的。